中国古代的皇位一般是嫡长子继承制，就算嫡长子死了，也要按嫡庶长幼的次序继位。但当历史的脚步前行到清朝的顺治18年1661年时，该谁当皇帝这件原本该是中国人自己拿主意的事，却被一个德国人干预了。这名德国人的插手居然改变了中国历史，让本来排不上号的三阿哥选业成为下一任帝王，这才有了长达61年的康熙王朝，有了康乾盛世。这个德国人历经明清两朝的更替，先后侍奉过崇祯帝、顺治帝、康熙帝3位帝王，并且康熙帝的名字还是他给起的，他就是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是德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清史稿专门为汤若望立传，汤若望也因此成为唯一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拥有传记的外国人。汤若望于1592年明朝万历20年出生在德国科隆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从青少年时期，汤若望便开始学习哲学、数学和天文学，还拜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为师，成为伽利略的学生之一。后来他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研修神学，成为一名专业的传教士。在汤若望之前，伽利略的好朋友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不仅结识了明朝的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还见到了崇祯帝朱由检，这让西方的天主教会看到了到东方传教的希望。于是天主教会决定在欧洲选拔22名年轻有为的教徒到中国继续传教，汤若望便是其中之一。明朝万历46年1618年，汤若望等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辗转重洋，来到神秘的大明王朝。在旅途中，22位年轻的传教士大部分病亡，汤若望是活下来的几个人之一。来到中国后，汤若望还比较迷茫，因为当他怀着传教的理想踏足澳门、广州、杭州、北京、西安几个城市后，发现在这里传教非常困难。因为大明朝的读书人信奉的儒家思想，尊敬的是他们的皇帝，除非汤若望能与大明皇帝对话，让皇帝配合他的工作，否则传教就是空谈。可是一个西洋人想在中国求见天子，难度犹如登天，所以汤若望辗转多年，始终没有见到万历帝朱翊钧，更没有见到天启帝朱由校。幸运的是，他虽然没有见到天启帝，但他见到了利玛窦昔日的朋友徐光启。更幸运的是，他连续遇上了2次月食。明朝天启3年，汤若望成功预测1次月食，次年汤若望又一次成功预测月食，这使他进入崇祯内阁赐福，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的徐光启的事业。在徐光启的帮助下，汤若望顺利进入中央朝廷，在历局做一名协助编定历法的公务员。在朝为官的汤若望十分敬业，他编写了科学文论，译著历书，推广天文，翻译德国的旷野书籍，给明朝带来丰富的新知识。不过这些都是副业，汤若望的本职工作依然是传教。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徐光启去世后，李天经取代了徐光启的位置。他认为汤若望编撰的历法和星象相悖，二人争论很久，经过测试，最终证明是汤若望正确。但是李天经等人认为大明历法乃天授，不应该由一个西洋人来编撰。崇祯帝于是下旨，将汤若望编撰的崇祯历法搁置，记住这本崇祯历法，后面会有大用处。总之，汤若望在崇祯后期逐渐被冷落。到了崇祯末期，崇祯帝听闻汤若望会修筑大炮，便让汤若望为大明铸造500门红衣大炮。汤若望为了取得崇祯帝的信任，便答应了崇祯帝。不过还未等大炮造成，李自成的大顺军便攻占北京城，崇祯上吊自尽，明朝灭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汤若望正在宣武门的南堂。南堂是汤若望自己打造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不仅有他从西方带来的各种仪器，还有自鸣钟、乐器、油画、望远镜等。当时兵荒马乱，汤若望的同僚们都已经南下避祸，但汤若望关紧大门，守护他的仪器和设备。不久后，清军入关，李自成的兵马败走，多尔衮入京后，下令所有人在3日内必须迁到城外，以便给八旗将士居住。这就意味着汤若望必须离开，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汤若望最终决定冒险一试，他找到多尔衮，把自己编撰的崇祯历法献给多尔衮，并说南唐内的书籍和各种仪器设备太多，如果全部迁到城外，不仅3天之内搬不完，而且一旦损坏，可能再也修复不了了。多尔衮意识到了汤若望的价值，他为汤若望破例，允许他留在南唐，并且在南唐门前贴上告示，严禁士兵侵扰。顺治元年，汤若望成功预测当年8月初1将会有一场日食。在封建社会，日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不祥之兆，何况清军刚入关就遇到日食，更让人忐忑。汤若望向多尔衮解释日食乃是自然现象，赢得了多尔衮和顺治帝的重视。不久后，顺治帝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辛苦编定的崇祯历法也改名为实宪历，在清朝正式颁布实行。年幼的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信任，甚至称呼汤若望为马法。在满语中，阿马是父亲的意思，而马法是祖父的意思。要知道，虽然这两人的年龄可以当爷孙，但顺治可是清朝的皇帝，是万民的君父，他能叫汤若望为马法，是对汤若望极大的尊重。为了支持汤若望传教，顺治帝拨款又拨地，在北京宣武门外建造一处天主堂，即北京南堂。不但顺治帝对汤若望尊崇有加，就连孝庄太后也将汤若望视为座上宾，这个外国人就这样获得了皇室的高度信任。汤若望不光可以参与清朝内部事务，还拥有随时入宫的权利，这种权利连一些宗室郡王都不具备。不过顺治帝对汤若望最大的信任还在于让汤若望参与立储这一国本大事。顺治18年1661年，顺治皇帝因出天花而病重，选择继承人成了关键问题。康熙帝作为顺治帝的3皇子，虽然大皇子已死，但还有2皇子福全，按照长幼排序，无论如何也轮不上他。但此时汤若望说出来一个谁也无法反驳的理由，玄烨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再也不会出了，而福全还没出过，难保以后不会出。为了保证国家将来不会因为皇帝突然病逝而出动乱，应当选择玄烨来当皇帝。所以顺治帝最终选择了3子玄烨，而未选年龄稍大一点的次子福全。汤若望参与立储这件事，在汤若望的自传中有记载，同时康熙帝亲政后主动为汤若望平反，也可以作为佐证。汤若望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让本不该登基的玄烨登上宝座。至于汤若望为何力保玄烨，则是个谜团。顺治时期，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向欧洲报告，在帝国中，汤若望的影响要大于任何一位总督或最受尊敬的亲王。能一句话决定皇位继承人，可见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早已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这样的关系能不引来嫉妒和觊觎之人吗？最先针对汤若望的人是杨光先，这个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他却在清史稿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宁愿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让中国有西洋人。从这句名言中，我们可以对杨光先的为人一窥全豹。杨光先生在明朝、在清朝为官，他属于对封建文明盲目自信之人，鄙视一切西方科学技术。顺治在位时，他曾上书批判汤若望，奈何顺治帝根本不信他。康熙3年，杨光先写了一本不得已的小册子，在册子中，他反驳汤若望：如果按你所说，地球是圆的，那人怎么站立在地球上？侧方和下方的人掉下去怎么办？都说水向低处流，我们中国人站立在地球的最上方，你们西洋人挂在地球的最下方，岂不都淹在水里？你岂不是鱼鳖？今天看来，杨光先的观点或许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杨光先义正辞严，他认为他凭借上面的问题捏住了汤若望的7寸。杨光先最得意的是，他背后有一个更为守旧的大人物支持他，这个人就是鳌拜。鳌拜和多尔衮有旧怨，他上台后立即废除多尔衮及顺治朝许多政策。汤若望作为顺治朝的标杆人物，更是他要扳倒的主要对象。鳌拜顺势支持杨光先，立即下令逮捕汤若望，
并且逮捕了南怀仁等其他几位国外传教士。当时康熙帝尚未亲政，对鳌拜也无可奈何。鳌拜用10天的时间，把年逾古稀的汤若望以各种酷刑来审理。在鳌拜的掌控下，72岁的汤若望被判凌迟处死。然而就在汤若望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京城里发生了一场地震，这被看作是上天的警示，朝廷决定大赦天下，汤若望因此被赦免。但他在钦天监的同事李祖白、宋可成等人被杀。事后，汤若望整日活在抑郁之中，1年后病逝于北京南堂，享年74岁。汤若望去世后，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学生们因此遭到打压。直到康熙帝除掉鳌拜，正式亲政后，汤若望才被康熙帝平反。康熙帝把汤若望葬在了他的前辈利玛窦的墓旁，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而后，康熙帝罢免了杨光先，任命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中西文化的碰撞依然继续。汤若望留下的许多珍贵的西方学说和著作，曾对康熙帝有重要的影响。康熙曾回忆说，他小时候亲眼目睹汤若望等人与钦天监其他中国同僚之间的矛盾。后来他们打赌在午门外测量日影，结果汤若望赌赢了。遗憾的是，清朝满朝官员没有一个人能懂其中的道理。其实康熙帝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大清朝的科学技术能力不如西方，他本人也对西方的数学、物理颇感兴趣，甚至和法国国王路易16当过笔友。这里插一句题外话，那时的清朝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封闭。路易16不仅和康熙是笔友，还和乾隆是相隔千里的莫逆之交。他曾邀请乾隆一起干涉北美独立战争，然而乾隆因金川之战开支太大，没有参加。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清政府很快就知晓了一切，看到好朋友死那么惨，乾隆才决定全面镇压白莲教。可惜的是，清朝的开放程度也仅限于此了。顺治、康熙这些大清皇帝仅仅佩服汤若望等西方人的学识，并没有想要改变大清的教育制度，也从未想过把这些知识普及出去。后世雍正帝、乾隆帝更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也是清朝落后于西方的主因。